这是一张椅子，它使用一张有一定弹性的网布坐垫，多段可以自由调节的扶手，可以自由调节的靠背，以及可以自由调节的头枕。是不是觉得花里胡哨？那你有没有认真想过，厂家把一把椅子做出这么多的功能，它的目的是什么？能把椅子卖得更贵。确实，更多的功能除了能让椅子卖得更贵之外，但更多的还是考虑人性化的原因。这是我一个同事做人体工学椅的体态，身体重心靠后，双肩和胳膊肘放松，头部有头枕支撑，眼睛离显示器有55厘米左右。这是我另一个同事做普通椅子时的体态，身体前倾，小臂放在办公桌上，头部靠前，眼睛离显示器只有不到30厘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那么这期视频我们来说一说人体工学椅。人体最舒适、最健康的体态一定是躺着的，因为在躺着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得到一个充分的支撑和放松。如果你的老板同意你躺在床上办公，那么你也太幸福了吧！对于没有办法躺着办公的人来说，弯腰前倾其实是对脊椎压力最大的一种坐姿，而且这样眼睛离显示器也很近，对眼睛也不好。而后仰靠姿是坐姿中对身体压力最小的一种，而且在后靠的时候，眼睛离显示器也更远，对视力也会更好。但严格来说，这个后仰靠姿的图是不对的。第一，这个小人的脚是悬空的，这会导致他的腿部压力集中在大腿上，长时间肯定腿麻。第二点，他后仰之后，肩膀和手臂都是悬空没有支撑的，这会让他的后背没有办法完全放松。第三点，他的头部也是悬空没有支撑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你都后仰了，那你的眼睛其实就是斜看天花板了。像平视显示器的话，你就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把脖子给抬起来，这样其实会更累。那一把合格的人体工学椅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首先，因为后仰靠姿对人体的压力更小，所以人体工学椅首先要解决让你往后靠的问题，这个就是在坐垫上下功夫了。普通座椅的坐垫是平的，你坐哪儿都行，没有任何区别。而人体工学椅的坐垫是弧形的，整体上还是前高后低往后倾斜的，这样你坐上去之后，整个身体就是很自然的往后靠了，甚至你想往前倾都有点困难，属于半强制性纠正坐姿。然后坐垫的前面部分会设计的特别低，这样不会对你的大腿有太大压力。另一方面，这种有弧度的坐垫设计也会大大增加你的下半身与坐垫的接触面积，减小应力集中。啥意思呢？你想象一下，你现在一屁股坐在这支圆珠笔上，这就叫应力集中，舒服吗？不舒服，对吧？所以增大你的下半身与坐垫的接触面积，就可以让你的受力更加均匀，坐感更舒适一些。增大接触面积后，如果用传统的海绵材质，就会导致屁股闷热，所以优秀的人体工学椅会使用结实又相对柔软的网布来做成椅面，在舒适的同时还能有优秀的透气性，夏季也没那么闷热。对于一款商业化的椅子来说，你也要考虑到它在不同身高、不同胖瘦人群的适用性。对于体型比较大的人群来说，可以调节座椅的深度，来让这个坐垫更适合你的尺寸。对于不同身高的人群来说，也要可以调节座椅高度。如果座椅太高，脚挨不着地，也会增加大腿的负担，可以适当调低，让脚能着地，有个支撑。坐垫的设计可以说是半强制性的，让你微微后靠来校正你的坐姿，同时能让你的下半身与坐垫有更大的接触面积，让你坐得更加轻松舒适。那么靠背的设计目的就是让你的上半身也能躺得更加轻松舒适。这个图上的小人的坐姿就明显是不对的，它后靠的着地点全部都在腰上了，后背和肩膀都是悬空的，完全没有支撑。那一把好的人体工学椅要解决的就是你在微微后躺的时候，对你的腰、后背和肩膀都能有一个柔软且全面的支撑，让你能完全放松下来。你可以想象你躺在柔软的床上，把整个身体都托付给床垫之后，全身放松的那种感觉。由于人的后背和脊椎其实是一个曲线的，所以在腰部位置就要有一个腰托来对腰部的重量进行支撑。你要做的就是半靠在椅子上，然后放轻松，让你的腰部、后背和肩膀尽量贴合椅子的靠背，来分散你上半身的重量。那既然是一把量产的椅子，就也要考虑到不同身高的人群。对于身高偏高的同学来说，就可以把靠背调高一些，让靠背能撑到你的肩膀。所以可调节高度的靠背也是可以让你选择椅子的时候容错率变得更高。背部放松了，你的头也要能放松才行。像这个图中，他的头其实是很难受的，因为他的身体是后靠的。那么为了能看清楚显示器上的内容，他的脖子就要用力把头给支起来，所以人体工学椅就需要一个头枕来支撑起你的头部和后脑勺。因此对头枕的要求就是能满足不同情况下对头部的支撑。比如说我要平视显示器，
那头枕就要能向前调节，把你的头支撑起来。如果我想躺着闭目养神，那头枕就要能向后调节，让我能躺得更自然更舒服一些。那如果我的脖子很长，那它也要能进行高度调节，甚至也要能调节支撑的弧度，让不同头型的头部都能有更舒适的支撑。最后也是人体工学椅最关键的一个地方，手托。还是这个图，它的胳膊肘是悬空的，那么它的肩膀和胳膊就不可能完全放松的下来。普通的椅子根本没有手托，而人都是有惰性的，为了能更舒服一些，会很自然或者说是无意的想把胳膊放在桌子上，这就会导致你的身体前倾。我拍了一些我的同事，身体前倾基本都是这个原因。所以你会发现，你之前做的所有的努力，不管是后靠还是腰部支撑还是头部支撑，都没了任何意义。所以手托才是人体工学椅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部位。一个手托最基础的就是能自由调节到与桌面差不多的高度，然后优秀的手托还要能根据不同人的体型、不同的使用习惯，随心的调节到适合自己的支撑位置。比如说我习惯用笔记本键盘和触摸板，那么把手托调到靠里面一点是会很舒服的。那如果我习惯使用鼠标的话，这个位置就不会很舒服了，我可以把它调到靠外面一些，这样对我手臂的支撑性会更好。所以有了手托，你才能把你的肩膀给完全放松下来。因此人体工学椅看似各种花里胡哨的调节功能，它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给不同胖瘦、不同身高的人群都能有一个合适且舒适的支撑，让你能完全放松自己的身体，从而减轻压力，保护健康。那么这台支持多个部位调节的人体工学椅，就是来自本期视频的赞助商西浩最新发布的西浩多肉 C300。西浩多肉 C300对比其他人体工学椅有3个比较明显的优势。第一是它有一个多自由度可调节的手托。普通的人体工学椅的手托只能进行最基础的高度调节，如果我觉得身体离键盘太远，想近一点，那么它的手托就会挡住桌子，无法更进一步。而且如果我用的是布局紧凑的笔记本键盘的话，那这个手托太宽了且无法调节，对胳膊肘的支撑不太好。而西浩 C300 的手托就可以进行2轴多角度的旋转，如果我觉得离键盘远，就可以把手托适当的往内调节，而且对胳膊肘的支撑会更好。更有趣的是，这个扶手还能上翻，玩手游、看剧、刷手机的时候也能给胳膊肘一个很好的支撑。而且这个调节是不需要任何按钮的，心烦或者正在想事情的时候，可以随意的波动来感受它机械般的反馈感，很解压。所以这个扶手是西浩 C300 最核心的灵魂，也是对比其他人体工学椅最大的优势之一。第二是它的动态腰靠系统，说白了就是一个有弹性的可以上下5厘米弧度移动的腰靠。如果你是正常坐姿，那么它会弹起来托住你的腰；如果你是往后躺的比较多的休息躺姿，那么它也会实时的进行调整，这就保证了不管你是什么坐姿，它的腰托始终都会撑在你腰部的位置。而传统人体工学椅的腰部就没有自动调节的选项，从正常坐姿变成躺姿后，腰靠位置上移，腰部就得不到良好的支撑。第三，它有一个简单明了易用的操作杆，把操作杆往前拨，就可以对坐垫进行一个前后5厘米的坐身调节，可以适配大多数人的体型。把操作杆往后拨，可以对椅背进行大角度的调节，搭配脚托还能躺平休息一会儿。而且它的底盘其实挺重挺稳的，大体重选手躺上去也很难往后翻。把操作杆往上拨，可以进行坐高调节，而且目前认证等级最高的4级安全气压棒也能最大程度保证你和椅子的安全。通过这个一体式的操纵杆，就能调节升降、坐身、后靠。相比传统2个操作杆的椅子来说，更容易使用的同时，它还更环保了。它在坐垫上使用和降落伞绳同样的尼龙材质，再经过多种编织工艺，在保证一定柔软舒适性的同时，还能有很好的抗拉抗变形的能力，大体重久坐也不变形。而且网面结构在夏天也有很好的通风性，不会闷屁股和大腿。靠背也支持上下多档位调节，可以适应不同身高的人群。头枕也可以进行前后、上下以及多角度的调节，适合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脖子长度、不同的后脑勺。不过，即便人体工学椅已经在尽最大努力去改善你的坐姿了，但长时间久坐也是不健康的。坐站交替办公才是最理想的办公方式。我们公司之前用的是一个简易的办公桌来实现站立办公，但是这个桌子是固定高度，一些身高比较高的同事会觉得桌子太矮，胳膊肘悬空没有支撑不舒服，身高比较低的又会觉得桌子比较高，桌子边缘会硌手。那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借此机会向赞助商西浩嫖了一张他们最新发布的电动升降桌西浩 X Desk E200，超白的钢化玻璃，桌面颜值很高。上面有一个隐藏式的储物盒，我们可以放一些消毒湿巾，每个人用之前擦一下桌面消毒。右手边有2个充电接口， USB 接口是支持18瓦的 QC 3.0协议充电，
Type-C 接口支持45瓦的 PD 系列充电，手机没电了还能充电应个急。桌面升降高度从73厘米到118厘米，每1厘米都可以自由调节，不同身高的每个人都能调整到适合自己的高度。桌子承重力很强，上面坐2个人都没有问题。虽然在日常使用中也不会真有2个人坐上去，但觉得还不错的老板们可以给你们优秀的员工安排上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讲的内容对你有一点帮助，那么欢迎发2条弹幕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